凭借一己之力，让原本已经分崩离析的北约再度团结起来，凭借一场战争，让各国纷纷提高国防预算。这似乎是乌俄战争几个月以来北约得到的最大战略成果。如今，瑞典、芬兰这两个中立国也蹦蹦跳跳地进入了北约的怀抱。西边还没摁住，北边就已经把枪捅到鼻孔。东边还有个日本虎视眈眈，然而此时的俄罗斯早就没了当初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时的硬气。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，其中一个人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不想着早点解决眼前的对手，反而扭头威胁了旁边看热闹的。看热闹这人也是一个暴脾气，没招你没惹你的，居然还威胁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了，现在你俄罗斯的梦想成真了，因为逞一时之气，瑞典、芬兰都要加入北约了。现在北约真的骑到你脸上了，你的报复措施是什么？那边乌克兰凭借着北约利器都快把你的血放尽了，北边再和瑞典、芬兰开战。芬兰人的彪悍程度，我相信身为苏联嫡长子的你应该很有发言权。当初你老北苏联也主动出击，也仅仅只是惨胜芬兰。不是我小看你，就你那虚弱的小身板，要是敢两线作战，得让人打得拉裤兜子里，真得去陪伴祖先了。不敢打的话，那报复措施是什么？谴责？躺地上打个滚儿？还是要用小拳拳捶芬兰总理的胸口，再来一句你真坏？又或是平静地告诉芬兰，我们两国世代友好，都是误会，我的重装备拉到边界只是去郊游，本来俄罗斯还能勉强度日，被一顿骚操作弄成了植物人晚期。普京，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是最大的俄奸，你肯定收了老登的50万。前些年刚锤完曾经的小弟格鲁吉亚，之后格鲁吉亚就投奔北约的怀抱，北约的壮大离不开普丁的热心相助。大家好，我是火力军，今天就来聊一下关于芬兰、瑞典加入北约，俄罗斯在西部快速组建12支部队的事情。话说被逼着加入北约的两个中立国芬兰与瑞典，前脚刚申请加入，俄罗斯这边就反应了，决定在西部战区组建12支新部队，以此来应对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后带来的变局。让外界感到好奇的是，这两个平时异常低调的北欧国家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军事实力，能让俄罗斯这么紧张？现代战争讲究一个速战速决，能够以绝对实力速战速决，就不会想着战场上与对方耗着，因为打仗需要的是白花花的银子，需要老百姓节衣缩食支援前线。过去3个月，俄罗斯已经用光了比去年1年还要多的国防预算，很多阵亡士兵的赔偿金以及家属抚恤金都是一笔巨款。然而俄罗斯给的不多，尽管俄罗斯一直没有公布这场军事行动损失的数字，但根据估算，在这场入侵行动，俄罗斯直接损失已经达到70亿美元，还不包括军队日常花费，再加上世界各国的制裁大棒，俄罗斯兜里的 money 比购物节时的钱包缩水还要快。不仅如此，还面临着急剧的通货膨胀，很快老百姓连菜都要买不起了。一场军事行动让家底儿本来就不厚的俄罗斯雪上加霜，老百姓只能忍受着战争对生活的冲击。目前，俄罗斯已经逮捕了国内超过2万名的反战人士，俄罗斯再拖下去就是内伤了。内忧之下，外患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。面对两国从中立到一边倒，俄罗斯也只能口头威胁，如果北约在芬兰靠近俄罗斯的地方部署武器，那么俄罗斯将在边界集结军队。但诡异的是，普京的姿态非常柔和。在决定加入北约的前一天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还出于尊重，主动给普京打了个电话，说准备正式加入北约豪门。让尼尼斯托感到意外的是，普京没有拒绝接听电话，也没有发出什么警告，只是说这是一个错误。双方沟通过程整体上平静冷静。2战时期，芬兰很惨，比满清签订马关条约还惨。当初苏联与德国瓜分波兰以后，胃口变大，对芬兰的土地也产生了兴趣。苏联就说咱俩做个公平交易，你家距离列宁格列太近，你把旁边湖里那几个岛给我，作为回报，我把北极圈里面的优质冻土送给你。你虽然吃点亏，但是咱俩可以和平相处。芬兰表示我又不傻。最后，斯大林失去耐心，决定消灭这个反动国家。于是，苏联搞出了曼尼拉炮击事件，借口发动战争。
由于这一行动蓄谋已久，很快苏联军队就四面八方向芬兰发动全面进攻。为了速战速决，斯大林和纳粹德国打了招呼，以至于西欧各国无人敢支援芬兰。当时芬兰的军队只有20万，进攻的苏军则有100万，武器辎重更是全面碾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芬兰人毫无畏惧，果断选择保家卫国，就像如今的乌克兰面对俄罗斯一样。由于芬兰地处北约，冬天土地风冻，夏天泥泞，苏联钢铁洪流几乎是寸步难行。很快便因为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战略性失误，吃了好几次败仗。丘吉尔开始嘲讽苏联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大国，希特勒也不忘补刀，苏联只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，只要在门上踹上一脚，它就会轰然倒塌。这斯大林恼羞成怒，撤掉国防部长，枪毙了一批前线指挥员，又支援了20多万军队，飞机大炮全面扑上，最终把芬兰首都赫尔辛全部炸平后，才得以惨胜。苏军死亡人数在17万以上，而芬兰的战死者则为2.6万人。战后，苏联不仅要地，还要钱。芬兰给的钱超过了晚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对日本的赔偿。不仅如此，苏联还想驯服芬兰，要求芬兰在战后意识形态上不得出现反苏倾向。有关苏联领导人和苏军的新闻，先审查后发表。尽管芬兰和瑞典都是中立国，但此前长期在苏联入侵的影响下，采取武装中立的政策，其军备建设从来没有放松过。身为北欧5国中的老大哥，瑞典人口最多，人口大约在1000万人，其现役兵力为2.36万，比例并不算高。瑞典祖上也厉害过，曾经吊打俄罗斯，吞并芬兰、挪威，打败丹麦，一度成为北欧最强霸主。身为唯一一个2次世界大战中能够独善其身，在一旁当吃瓜群众的国家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。瑞典位于北欧，旁边有海，资源丰富，可以说是块肥肉了。他们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，就是凭借非常有口碑的中立，还拥有着很可观的防卫能力，让对手在入侵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。用一句话形容瑞典的方针：别人打仗他看着，别人忙打仗他研究武器，别人打得热火朝天，他忙着研究武器。当初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了整个欧洲，德国带头打天下，在战场上那是节节胜利，吞并了一个又一个国家。即便是法国这种老牌强国，德国下手也是毫不留情，直接坦克碾过去，39天拿下巴黎。眼看着法西斯疯狂扩张，整个欧洲大陆逐渐成为希特勒后花园。但当德国铁骑踏入冰天雪地的北欧时，面对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，他们开始犹豫了，纠结到底要不要打。很多人对瑞典的第一印象只有那里好像很冷的样子，以及简约家具还不错，很少有人注意到瑞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隐藏强国。就连疯狂横扫欧洲的法西斯都冷静下来，思考这块会不会崩掉大牙。瑞典的强大来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异常优秀的工业底子，还有抖机灵的外交政策。二战阴云刚过去，冷战阴云就来了。瑞典懂得藏拙，也懂得闷声发展。你在外边搞军备竞赛，我在北欧这个小地方发展国防。从冷战时期，瑞典就采用了大规模征兵制度，凡是四肢健全、头脑正常的男子，在满足年龄以后，通通拉到军队磨练。这还没完，就算退出现役后，还得参加5次18天到25天的预备役军事训练，这也就是为瑞典储备的大量的军事家底儿。如果当时的苏联再来找瑞典的事儿，瑞典可以随时动员一支100万大军。当瑞典空军在冷战时期近1000架飞机的强大实力，也成为苏联空军的梦魇。不过当时的苏联已经陷入军备竞赛的死局了，国民素质上去了，国内设施也得跟上。瑞典修筑了大量可起降战斗机的高速公路，在沿海以天然石林为掩体，建设了大量供潜艇、军舰乃至战机藏身的军事工事。冷战结束后，瑞典没了苏联这个大敌，军队便开始大规模缩编，顺便终止了征兵制度。但后来苏联嫡长子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，瑞典感到非常不安，原来东边的家伙还在，只是换了名字而已。于是瑞典又恢复了征兵制。别看瑞典现在只有2.36万的现役部队和3.13万的预备役部队，但仍保留有大批经过正规化训练的适龄人群。外界估计，必要时瑞典可以动员数十万部队。
早在一战前后，瑞典便已经跻身世界工业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了。二战时期，瑞典的军工生产更是位居世界第一阵营。毕竟这是炸药大王诺贝尔的老家，所以武器方面干货满满。瑞典生产的博福斯系列火炮和克虏伯齐名，曾是美国航母和战列舰的标配。此外，当时战场上热门的重装武器，比如战斗机、潜艇、战舰、坦克等，瑞典出产的都位居世界领先水平。冷战时期，瑞典也没闲着，虽然放弃发展核武器来武装自己的路线，但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核战争的警惕。冷战前后，瑞典至少修建了65000处核掩体，可以确保容纳全国人口，躲避核攻击。和阿尔巴尼亚那种钢筋水泥碉堡不同的是，瑞典的核掩体很多修建在山区，借助坚固的山体实现最高等级的核防御，还专门开挖了大量用于存放坦克和飞机的洞窟。这些掩体和洞窟中的生活设施齐全，足够保障进入其中的居民长时间生活的需要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瑞典这个国家非常具有居安思危的意识。面对瑞典这么个刺儿头，就算二战后风头正劲的苏联，也只能骂一句没有立场的投降派。而今天的俄罗斯，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地位，都远远比不上当年的苏联。撂两句狠话充充门面还可以，真的把主意打到瑞典的头上，肯定是伏特加喝多了。瑞典的实力在这搁着呢，远非乌克兰这种软柿子可以与之相提并论。更何况美国与北欧另外3个国家丹麦、挪威、冰岛已经表明立场，这是我们共同罩着的。这几位可是正派北约国家，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于闷声发大财的铁刺猬，竟然被逼放弃近200年的立场，转而谋求加入北约，并且还获得了超过85%的议会支持，这可是当年希特勒都没有做到的壮举。俄罗斯足以自傲了。如果瑞典加入北约，以其现役部队的规模和装备而言，在北约国家中大概能排入前10。但瑞典强大的工业基础隐藏着远超纸面数据的战争潜力。单从这个角度看，瑞典的综合军力足以与英法德等传统军事强国相提并论。相较于瑞典强大的国防能力，芬兰在这方面可就逊色多了。但依托多年的强化国防政策，芬兰军队的动员能力、现役装备数量和性能仍要远强于大部分北约国家。芬兰曾经遭遇过的苏芬战争，惨痛的战争记忆至今仍在影响着芬兰的国防建设。由于芬兰与俄罗斯有着1340公里漫长的海岸线，所以特别重视陆军建设。甚至在冷战结束以后，当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压缩军队规模的情况下，芬兰仍在维持着庞大的预备役部队。芬兰的高度战备状态在新冠疫情流行初期也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。人们惊讶地发现，芬兰保留了冷战时期的全部国家医疗用品储备，对控制疫情初期的慌乱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根据芬兰法律，凡是年龄在18岁以上的男性都需要到部队服役半年到1年，此后他们将转入预备役状态。在此期间，预备役人员每年需要进行军事训练，以保持作战技能。北约的评估报告宣称，依托这样的预备役训练，芬兰在短时间内就能动员28万士兵，这在现代欧洲是一支相当大的军队。要知道，以前的芬兰可是让苏联损失惨重，直到现在，芬兰那块土地上还埋着10-20万的苏联人。根据芬兰宪法规定，总统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。目前，芬兰总兵力约为3.1万人，包括1.2万名职业军人和近2万人的义务兵。在战时状态下，可以迅速扩充实力。冷战时期，该国最大动员可达70万人，几乎每6到7个人之中就有1名军人。别看芬兰的现役兵力不多，但却担负着抵抗外敌入侵、维护国内治安及灾害救援，以及海外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任务。而现在经过战时紧急调援后，芬兰陆军兵力还可迅速扩充至30万人，其中野战部队将达到6万人，包括3个快速反应旅、2个狙击、2个装甲旅、2个机械化旅、1个直升机营和1个特种兵营。此外，还有22万守备队担负防御任务。除正规军外，芬兰还有一支隶属于内务部，在武器装备方面可谓是东西合璧，既有俄式装备，也有欧式与美式装备。芬兰的空军虽然称不上强大，但也素以高度职业化和战斗力强著称。
目前，芬兰空军下设3个防空司令部，编制人员3000多人，有各类飞机170多架，主力战机由62架 FA-18CD 组成，实力不可小觑。毕竟，在全球拥有60架以上 F-18战斗机的国家不多。随着瑞典和芬兰的加入，整个波罗的沿海除了俄罗斯以外都被北约国家控制，波罗的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北约内海，俄国也将失去至关重要的一条中立航道。但目前看来，俄罗斯方面能采取的最凶狠的报复措施，可能就是指责瑞典加入北约不符合瑞典民众的长远意义。而且还得是在自己国家的媒体上，即便他已准备在西部建立12支部队。众所周知，俄罗斯虽然领土庞大，但只有4个入海口。北方方面不仅位置偏僻，风冻时间长，还受北约的直接牵制。太平洋方向上虽然有海参崴，但这里距离俄罗斯主要工业区，不仅要穿过整个西伯利亚，同时还会正面对上美国的重点布商。黑海虽然是抢好的不动港，但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峡不仅水浅，而且还被土耳其军控制着。俄罗斯拼着老脸不要也得拿下乌克兰克里米亚岛，就是为了确保黑海舰队大本营的安全。剩下的就是波罗的海这边，不仅封港无期，而且距离俄罗斯的重工业区圣彼得堡和加里宁格勒都很近，对俄罗斯而言意义巨大。原本虽然是被德国和丹麦控制航道，但最起码还有中立航道可以使用。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，俄罗斯将彻底失去波罗的海的话语权。以后俄国海军还想驾船去征服大西洋，门儿也没有呀。也就是从明信片上欣赏一下大西洋美丽的风景。虽然俄罗斯的脸被人左右开弓，又红又肿，因为入侵乌克兰的第一理由就是北约东扩。这下曾经的中立国芬兰、瑞典齐齐加入北约，你说俄罗斯这脸被打得多狠？说芬兰、瑞典加入北约的不对俄罗斯构成什么威胁，但俄罗斯内心肯定是1万个草泥马，恨不得把芬兰、瑞典咬牙嚼碎。可惜没那个实力，能调动的兵力都已深陷乌克兰，就算他有兵再调，也不敢碰实力远胜于乌克兰的芬兰、瑞典。39年苏芬战争，近20万苏军士兵埋骨芬兰的冰雪森林，前车之鉴呐。俄罗斯不可能不忌惮，更何况还有强大的北约给芬兰、瑞典撑腰。普京称芬兰入北约对俄罗斯无威胁的表现，说明大炮怂了，面对现实了。而俄罗斯对2国加入北约，也就是嘴上硬气。真让他搞两线作战，先想想当年纳粹德国是怎么失败的再说。所以俄罗斯主动对芬瑞动手的可能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基本上就是不可能。不得不说，这次俄罗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西边没打下，北边也要完，东边的日本可能就有机会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如今芬兰貌似也要参战，关于这件事请关注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